其实昨天晚上你来找我，我猜这就是胡杰的事情。你当时没有说，我也就不好逼你。不过有一点，少侠你必须清楚，如果我要是隐瞒真相，那就是犯罪，是犯罪，明白吧？这封邮件，目前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核实。如果是诬陷，那我们一定会还你爸爸一个清白。曾书记如果知道了，也会这么做的。如果不是，那曾书记就会大张旗鼓的用你爸爸这个案例，展开一场大的反腐攻势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再好好劝劝我爸，行吗？今天呢，我们讨论的是地方债的问题。刚才财政局长说，我们的债务总额已经接近了1000个亿，即将达到中央和省委规定的地方债上限。今年我们的资金缺口还会更大，尤其是港口建设、污染治理，都是花下了大头。那么今年我们要不要新增债务的规模呢？曾书记是政策研究方面的专家，我们想听一听曾书记的见解。这些年呢，为了城市的发展建设，各地的负债实际上都很高。我们渤海的地方债，我想大家也是心知肚明。而政策上呢，中央3令5申，对地方债不救助、不兜底，而且设定上限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讨论，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：第一，我们有没有能力偿还地方债；第二，怎么还；第三，如果今年我们不新增债务，我们的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？大家随便谈谈。我先说一下我们负下的地方债，各地政府都想还，可真的没有钱还。除非你发一笔意外之财，这样这个日子长了，大家就形成了政府欠钱、政府不想还的印象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们渤海是一定要还的，而且要快点还，否则这些债务一届推一届，直到推成一个巨大的债务雪球，压在我们后辈的身上，将来不管是谁来，他也当不好这个家，而且在老百姓的心里，我们的政府会失去信誉度。所以我就这一个意思，这些债要还，而且要快还。曾书记说的对，但是很多事情得1分为2的看。比如滨海区，这以前是一片荒地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景观新区，以前规划好的必须要建设，可钱从哪来呢？我们的财政不支持我们大刀阔斧的搞建设，不支持我们造福后世的大规模项目，那么我们能不干吗？我们能等到我们的财政有足够的资金再干吗？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的城市建设将会拖到30年，甚至50年。所以说，适量的负债，每个政府都会有的。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子孙后代背负着一定的负债，也是合理的。金市长说的很有道理。曾书记，我是管钱的，很清楚我们的家底。如果我们不举新债，那么我们就还不上旧债。先不说已经开工的大项目、大工程的资金缺口有多大，就说我们的以港兴市项目，如果是置换港区土地开发，那就是一笔收入账，有收入我们就能还债。
如果大兴土木搞港口建设，那肯定是一笔大的投入账。那得继续举债，这笔账不用我算，也不用金市长算，大家都算得清楚。我们折腾不起啊。今天的讨论会让曾延来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似乎理解了同时在这种重压之下的金海东，他卖地的无奈。卖地是解决债务危机和确保 GDP 的一条捷径，虽然在曾延来看来是饮鸩止渴，但除此之外，他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。看着会场接二连三的发言，曾延来继续思索。他知道，照自己的思路发展，会造成财政收入和 GDP 的双双下滑。他将灰头土脸地度过自己的任期，甚至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。可是他坚信，只有持续发展，才能让渤海市充满活力，才能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今天呢，我受曾书记的委托，把大家请来给他的方案来提意见。但说实话，这种提意见的会议怎么主持，我也不大清楚。要不这样，大家想到什么说什么，畅所欲言，我们随便谈。来，这个让我们大家提意见，就我们能提什么意见呀？这个方案折腾的时间也不短了。这曾书记为了这个方案来我们大洋集团的次数，这多的数都数不清。这难道这让我们几块料来决定渤海市城市的发展？这样吧，我先说。首先，我支持这个方案，理由是，这个方案具有挑战性。老黄啊，你支持没有用，要上这么大的项目，资金才是最重要的。钱固然是重要，但是我也得有态度啊。我觉得这个方案既然让我们提意见，就不能顺着他的意思，更不能唱赞歌，得给他挑毛病。对，这也是曾书记的意见。曾书记说他今天不来，大家才好给他拍砖。无论是拍砖啊，还是挑毛病，关键你得看是到底支持谁。哎，戴伟，你支持不支持啊？我当然支持了，不过我会觉得阻力太大了，实行不了。我的意见是，一定要考虑好和通江达海项目的对接，形成优势互补，1+1大于2，绝对不能形成投资浪费。这个资金啊，资金是个大问题。我听说市政府有几笔到期和即将到期的债务，这个时候上大投入的现代化港口，那无疑是给金市长割肉。这样，我表个态啊，我们大洋集团呢，可以帮着曾书记分担一部分的政府债务，只要是以后每年税收的时候给我们逐年返还就行。你这个主意太好了，这个主意好，难怪曾书记总在背后夸你呢，就是聪明。这样好啊，大洋集团没花几个钱，还帮政府解决了财政问题啊。大洋总部那边我去沟通，如果说要是能得到总部的支持，那么资金应该不是问题。这样，我在这儿先谢谢邓总，同时呢，我也替曾书记谢谢大家。这段时间曾书记一直休息不好，就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，现在又被债务缠着。我觉得今天这个会开得特别的好，特别的值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继续。还是先搞定金市长吧。我们这担子都很重啊。实话实说呀，对地方债问题，我今天才能真正的感觉到它压力有多大。
我一想到你这么多年来一直背着这么一个沉重的包袱，你就怎么样？就心疼你，佩服你。原来啊，你能有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这些年，我跟郭书记是借了新债还旧债，还了旧债填新债，眼看着这城市一天天长大，一天天变新变美，除了高兴之外，还发愁啊。愁下一步怎么发展，愁这么多的债务如何偿还。海东市长，我知道你很难，我也知道地方财政很难，但是我还是要做到，地方债在我们这一届只能减少，不能增加。港口发展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和对相关行业的发展要求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以前我也不知道港口经济是什么，我只知道港口就是一个装货卸货的地方。而在今天，除了白板上我们列出的这些范围之外，我们还能再说出一些。由此可见，发展港口绝不是发展装货卸货的货场这么简单。我会把这些都整理出来交给曾书记。那么下面我们来讨论第3部分，以港兴市。所以说，那只是你一个愿望，减少是不可能的。那不增加呢？今天在会上，你不是也是听到了吗？债务和发展如何掌握平衡？如果不增加债务的话，那就等于让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要干了。钢厂的账，财政都算过。还有纸屋，你把葛总请来，人家一张口就要花钱，一花钱就不是小数，就凭这2点，就一定花掉了我们财政的收入。你还要发展港口，不花钱吗？钱从哪来呀？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能够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办法。办法在哪儿啊？你有吗？你要有，你拿出来给我看一看。你急什么呀？我能不急吗？山一样的债务说到期就到期啊！你还压着港口的土地不让动，光港口也就罢了，你还压着钢厂的土地不让动，那你不要钱呢？别花钱呢？你花起钱来眼睛都不眨呀！我不是印钞机，我的曾书记。那你把港口的地卖光了以后，港口怎么发展？把钢厂卖了，将来怎么发展？你到时候还得回过头来想办法，何必呢？那你给我想个办法。你想啊，我不操那个心，我真的不操心。你告我怎么干，我就怎么干，我全听你的。可我现在请问曾书记，到期的债务怎么还呢？金海东，你是市长还是我是市长？我是市长，可是你是管市长的书记，你又让驴跑，又让驴不吃草，你这个要求根本就不讲道理。我打港口的主意，你说我卖地；我打钢厂的算盘，你说我败家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就是看不上我只会搞土地财政。可是你翻没翻自己家的账本看一看？我们说话还能这么硬气吗？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说到底就一句话，你自己想的目标，自己想办法。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反正地方债不能增加。海东啊，工作的事你量力而为，政府部门的工作就像这样，你出力了还落不到好。说的似乎有道理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比如说今天，
跟曾燕来谈话，我就没有控制住情绪。你们吵起来了？嗯。你和曾燕来吵，肯定是你的问题。我们不问对错。市长和书记吵，理就先输了3分。这件事肯定是我的问题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不应该跟他吵架。你能告诉我，你们为什么吵吗？起因是为了财政收入吃紧，曾燕来还不让增加新的债务，我一着急，这情绪就受到了影响。地方债务，他不会没有压力，全部推到你头上吧？他不是推，他是不让我动钢厂和港口的土地。为什么不让动？这回开得好，真好。如果呀，真能像他们提的那样，政府在不负债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港口，和南北2个附近的港口形成互补，那就是1+1等于2，或者说大于2。有个人比你还兴奋，邓耀北意犹未尽，还想再跟你聊聊。给我，跟他聊。他的思路是不搞新区建设，要把钢厂建设成文化艺术创业园区，还要搞成像北京798那样。那很好啊，北京的798我也去过。是不错，但是没钱呢，钱从哪来呀？我明白了，他呀是没有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当家才知道万事难呐。好，好的呀。你说的这些啊，我都记下来了。哎，回头咱们再讨论。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你，那钢厂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总书记啊，你还没下班啊？你这也逼得太紧了吧？港口是我们大洋系的主业，我呢可以试试说服我爸。投资运营文化艺术园区，对大洋来说是什么呀？那叫不务正业啊！不务正业的事儿，我可没有把握。什么叫不务正业呀？那你大洋种咖啡豆，那是务正业吗？什么咖啡豆啊？你们大洋在南美投资种咖啡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这你都知道？哎，行，我跟我爸建议一下，不过得分开说啊，先说港口，再说艺术园区的事儿。哎呀，这钢厂就要停产了，这事儿真不能再拖了。说实话，你们的前期投资也不是那么大，对吧？就是那些工人的补偿款的事儿。哎呀，行了，曾书记，我都理解。不过我得把话说清楚啊，大洋对外投资有非常严格的评估程序。我呢尽力劝我爸，但不代表我爸就能说行。您不能把我的话当成承诺。是不是承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态度。啊，我过来。进来。哎，曾书记，政府办那边问你今天有没有什么安排，金市长见你。那来吧。好嘞。我昨儿跟你吵完架，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？我还怕你记我的仇。我是那人吗？哎，叶来，你说咱们俩这个境界啊，真是够高的。昨天下午吵得像个玻璃似的，现在啥事都没有了，像个孩子似的，狗脸筋，说好就好了。本来就是，不，这个市委书记和市长，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遇到事儿了，咱们互相体谅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你，老金，连我都知道，你刚上任的时候
一屁股债迎面而来，你真够行的。咱说句糙话，你是瘦驴拉硬屎，愣撑着。换成我真撑不住。哎，为什么？你听我说完。从小咱也没欠过谁钱，这肩膀上一下这么大压力，换我连觉都睡不着。那昨天下午你说心疼我，这是真的吧？当然是真的。可我现在心疼你管什么用？我还得指望你这大掌柜的帮我还这些债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干活去吧。好，再见。我们现在是双班倒，龙骨后天就能铺完。新船下水的时间只会比原计划提前，不会错后。根据施工情况，我们对图纸做了一些微调。黄海造船厂的这个技术条件还有设备状况，比我们预想的都要好很多，所以进展得很顺利。曾书记可以放心。真好，真好。你们那个昨天讨论会的会议纪要我看了，老黄，你的这个发言让我感触很深。我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。就拿专用船项目来说吧，既然市里交给了我，我就一定得干好啊。太好了。还有你，邵老师，你们这个1+1大于2的这个观点，我是非常欣赏。之前咱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对吧？把专用船和港口建设找到一个结合点，它的效果肯定是1+1大于2。我还想提醒你一点，将来咱们这个港口建设好了以后，这个港口和南北2个大港口要形成一种互补关系。它最后的效果一定也是1+1大于2，但目前呢，也只是纸上谈兵。我担心的是资金问题。我也担心这问题，我也一直在想，怎么着能让我们政府不增加地方债的情况下，咱还得把事儿办了。曾书记，这好办呐。我们可以把专用船的建造项目变成股份制啊。你说说这想法。我琢磨着，我们独自背起专用船的建造项目，这不对呀。因为专用船的设计、建造、运营，投资都非常大。与其这样，我们不如与那些有资金、有技术、有运营渠道的合作方联合起来，进行股份制经营、市场化运营。当然，我们黄海造船厂依然是主攻方，这样就为政府解决了不少的困难。而且我们还多了一条运营的渠道。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在资金方面，你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。我们船厂的资产是优质资产，在银行的信誉也不错。除了引入投资方的资金，我们还可以向银行贷款啊。这样算下来，我们以后的自投资金就可以减少80%，这一笔就是10几个亿呀。这个好。不仅结合了咱们的实际情况，而且这么做也符合中央和省委的精神。中央和省委一再指出来，我们政府不能什么事情都大包大揽，什么都抓在手里，一定要发挥企业推进市场的关键作用。我觉得这也是对市场规律的一种尊重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，把港口开发中部分技术要求高的项目，跟一些国内外的知名大港合作，用他们的技术和经验。包括开发设备，要知道这个开发设备的研发呀，那就是一大笔钱。但是制造1台跟制造10台甚至100台的单台成本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用他们的设备，既可以摊薄了他们的研发成本，又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总体费用。您觉得怎么样？这个点子好，这个好。你让我想想啊，哎呀，这都是好主意。frank哥，怎么到学校来找我了？啊，想跟你说个事嘛。任千帆那边最近倒挺消停的。大战前的寂静，
他一定在收集证据。海老，您确定笑笑会把胡杰的邮件交给阮建藩吗？我的女儿我还不知道，她是正直的人。要真是落在阮建藩手里边，那还好吧？可要是落在了曾燕来手里边，可就真不好收拾了。我真没想到胡杰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海老，这事儿我对不住您，是我的错。我当初要把事情处理干净了，不至于会有今天的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其他的都不用说了。胡杰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当初因为我没借给他几10万块钱，导致他老婆不治身亡，他就反水了。拿着我们变国有资产为个人资产的证据来敲诈我们。可咱们跟他交易过了，齐家湾的铁矿是不是给他了？这小子从一个打工仔转眼就变成矿主了。现在的情况，我判断是这样的：胡杰之所以只录了财务报表、瞭望的代持合同和原始采矿证，他还没有录，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字：钱。他还是想要钱，不然的话，这些证据早就到省纪委和阮建藩的办公桌上了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胡杰。可咱们在明处，他在暗处，找到他真得费点力气了。我来想办法。如果你真的担心你爸爸，我说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向公安机关或者是纪检委把事情说清楚。我劝过他，他不肯。其实他很清楚我们会这么做的。你想想，他明明知道我们会这么做，为什么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拖时间，不去采取主动呢？紧张，害怕，为什么？答案只有一个：消灭证据。什么证据？胡杰。胡杰怎么消灭？你的意思是说我爸要？那就是万劫不复。我今天找你是想让你帮个忙，你帮我约一下你爸爸，我要跟他谈谈。那后来呢？您接着说。后来我们家笑笑啊，就拿着这封信呐，是不依不饶地追问我跟胡杰的关系。你想想，我一个大国企的领导，怎么会和胡杰这样的混混弄到一块儿去了呢？那就是说，少校他冤枉你了？那可不是冤枉了呗。可是他不信呐，我怎么说都没用。要这样下去，这孩子早晚得走火入魔。海乐，我得说句公道话。少校怀疑你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关于你和胡杰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的确是掌握了一些线索。建藩，我们认识几10年了吧？你不会也怀疑我有问题吧？我作为公安局长，眼前放着这么多的线索，你说我查还是不查？我必须查。明白了。如果你有线索，那你就查，我绝对配合你，并且我不怪你。如果你拿出证据来，哪怕你穿警服现在把我抓了，我保证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海老，我说句心里话行吗？你说。自从我参加工作，我前后跟了你将近10年了，您对我一直很好，您帮助我，赏识我，鼓励我，提拔我，这些我全都记在心里，永远不会忘的。按老百姓的话说，就是你对我有恩，我得知恩图报。
所以，我劝你听我一次，有情况就向组织说清楚，涉嫌刑事的就向公安机关坦白。我觉着我只有这样劝你，才是对你最好的报答。那这么说，你真的怀疑我有问题？海老，您聪明一世，不能糊涂一世。啊，事实证明雄辩，我等着你，等着你们。啊，我知道，我这都快飞起来了。好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啊，好了。再叫上田文军、田文勇，最好多叫几个工人师傅。还有这个，你当把这个气儿喘匀。快点儿！你别说我现在都有点后悔来波寒，这天天跟打仗似的，我快扛不住了。你扛不住也得给我扛着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啊，田文军、田文勇。把钟若明给我叫来，这小子是一遇着事儿就缩头啊！把他叫来。还有葛总，葛总也叫来。叫他干嘛呀？他跟钢厂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吗？集思广益。再说了，关停钢厂不是就为了治理污染吗？这事儿当然跟他有关系。啊，好，我现在就通知他们。快！夜上的那学校，所以我算是咱们钢厂的老人，真的怎么样？哎呦，那咱们钢厂学校还出了这么大一位干部，哎呦！哎，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！哎，周书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太晚了，没事。哎，怎么你们老总来了，你们都不吭声了？啊，钟总好，钟总，好，那我说两句。今儿啊，请大家过来，咱们不是开会，咱们就是闲聊。这儿没有市委书记，也没有你们老总，咱们全是钢厂人。聊什么呢？大家也都知道，咱们钢厂该关停了。我很想知道，怎么安置咱们这些职工，大家才能最满意。所以我今天来呢，就是听大家的意见来的。明白我这意思吧？明白，随便聊嘛，好不好？哎，曾书记，听说规划了高端商务区，这不是都定好了吗？曾书记，听说要在那个宿舍建高档别墅，这像我们这样不高档的人，会不会把我们赶到南山湖里去啊？南山湖是南山村委会的，你敢去啊？哎，不能这么说啊！眼下最怕的就是制造谣言和混乱，我们要相信市委市政府不会不管我们大家的啊！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您刚才说的高端商务区，你说的这别墅，确实以前规划局是做过这个规划的，但是这个规划被金市长给驳回去了。为什么呢？金市长正是考虑到咱们工人的利益，工人将来怎么办？你包括咱们说崔师傅，我上回来这儿吃饭，崔师傅跟我说了，你不让我在这儿开饭馆，你让我到哪儿开去？别的地方房租我都付不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事情，咱们金市长都知道，这个请大家放心。曾书记，我们这厂子办得挺好的，为什么要关啊？
啊。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。啊，关停过剩产能的企业和污染企业，这是中央的精神。咱们钢厂年年亏损，污染严重，是必须得关的。再说呀，这为咱们渤海市将来是大有好处的啊！我说这个问题咱就别讨论，好不好？陈师傅，那咱们来讨论一下另外一个问题。咱们这厂子关了，那厂房是不是就都得拆除啊？宿舍区是不是也得拆？那我们这些员工是不是就都得被撵走了？就是啊，就是让我们怎么办？我来。咱们这个厂房未必拆除，但咱们的宿舍区是必须拆除。为什么呀？人住在那儿，你们都知道，咱们宿舍区多少年了？啊，又老又旧又破。还有你们住在那儿，私拉电线的有吧？胡搭乱建的也有吧？乱堆垃圾、乱堆杂物的，这都有吧？那都是安全隐患。所以，我们把钢厂宿舍区已经划归到棚户区的改造这一块。将来呢，我们把旧房子拆了，盖成新房子，让大家1分钱都不花，咱们住进新楼，好不好？嘿，这挺好的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曾书记，那这个是你说的？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政策说的，我们市委市政府很支持的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有盼头了。当然有盼头，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，这盼头就在眼前。那我可以发朋友圈了吧？当然可以发，你配个照片。发，我也发。我劝大家还是低调一点，不要这个乱发乱说。没事，想发就发，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。哎，曾书记，上次讨论的时候，大洋集团的邓总说要把咱们钢厂改造成文化艺术产业园。哎，您还记得吧？那当然记得，我现在就在动员他要投资这个文化艺术产业区的。他答应了吗？他说他会好好考虑。嘿，太好了。那大洋真接受了咱们，那就太好了。那咱们钢厂可以建成什么纪念馆、博物馆什么的，这挺好的呀。还可以保留一个特种钢车间。当年建这些车间，那是花了多少钱？现在我们要是能把车间保留下来，说不定以后咱们国家还能用得上呢。对呀，还能留点念想，是吧？这好是好，可是也用不了这么多工人呀。我们这边需要人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曾书记，没沉住气，没沉住气。你看看，他自己说不让我跟大家介绍他自己沉不住气了。我给大家就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们市政府从北京请来的大专家，葛总，治污大专家，有多厉害我不说，你们自己在手机的网上查去，好不好？第二一位，这位是我们的水务局的副局长刘念军，他对咱们钢厂改造的事儿特别关心，所以今天特意过来听听。哎，好，葛总，我刚才听您说您那边需要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的哈，你看，先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张咱们整个渤海市水系的一个治理的示意图。这个情况要说起来就很复杂了啊，有空的时候我再详细的跟大家汇报。我就说说咱们用人的事情吧，是吧？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的话，刘局长这边呢，他就需要一个专业的工程公司。我们想呢，这个水系治理的话，不外包了，用咱们自己的工人，通过这个水系的治理，打造我们自己的专业的响当当的环保工程公司。我敢保证，将来这个公司在环保市场上肯定是抢手货。这个好。其实呢，曾书记也跟我说过，他说咱们这个钢厂的职工啊，是纪律严明、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，是咱们渤海市宝贵的资源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我就在想啊，能不能把咱们钢厂变成一个人才基地，变成一个人才的储备库呢？太好了！所以呢，就想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，咱们成立一个专门的人才培养学校，培养咱们渤海市新兴产业的奇缺人才。
另外呢，咱们还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呢，再成立一个劳务服务公司，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。好，咱们做一个咱们钢厂的劳务品牌。对，做品牌，做响当当的劳务品牌。对，好。今天我们召开的呢是重点工作会议，目前的几项重点工作，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了解。几件大事儿：第一，港口的发展问题；第二，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；第三，钢厂关停后何去何从的问题；第四，钢厂和矿场关停后工人的安置善后问题。这几个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渤海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。说这几件大事之前，咱们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的家底儿问题，我们的财政收入、债务问题，迫使着我们去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：是政府统揽主控局面，还是动员社会资本联合发展？